那其他这非常有趣，这算是我自己写的完整的第一首歌。是也是因为受到这个影响。所以这首歌叫做《性欲爆炸》。未决定版，这个 artist Egg B 就是那蛋堡嘛，Egg B album 我爱大咪。跟你一样当个嘻哈仔，当个嘻哈仔。就我一开始是因为加入热舞社，然后就是因为跳舞的关系，所以听了很多 hip hop 很多 B boy 的那种，对 B boy 的那种 ，B boy 的那种，然后后来才有中文饶舌的东西。我昨天还特别看一下，是2001年，所以我那时候是高4的时候。其实我想要带的是另外一个啊，但是那个只是一个烧录片，我不知道同学怎么会有那些 demo， 然后就是他就烧成一张给我这样。那张 CD 它是盗版的嘛，它就是在我们同学之间这样传。啊，那个 CD 也是很不专业，就是它有那种干屌龙的歌也烧在里面。有以前。然后交大烤香肠也烧在里面，啊，根本都不是他唱的，就是上面就写 NC Hard demo 这样，啊，我们就在那个讲台前面拿那个小音响放，啊，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形态的音乐跟节奏，还可以讲脏话，对一个国中生青春叛逆时期的国中生来讲，这是非常刺激的。我的生活放大，每天抽就是跟一般音乐不一样，就觉得这种音乐唤醒一些不一样的情境，而不是像一般情歌这样子嘛，就是可能在讲爱情之类的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知道这个真的是觉得哇，真的太屌了，真是太屌，就是没有办法形容那个心里面的激动这样。我们没有说不被允许，但是不是说大人是可以去接受你唱这种歌词的。那我在听姚宗的歌词，他妈5000万个干，那一段干真的是爽爆了，老实讲，真爽爆了。那个是爆点，就是去的时候他们也很紧张，因为没有经验，反正就排了热狗去春大，也没有钱，反正就去了。那没人知道他是谁，可一上去这个 Yuki Ame Coco Lee， 你知道那个就开始哇爆炸，所以他的那个地下引爆的点，我自己觉得是那个春大那个耳语就开始出来了。可是嘻哈没有人懂，那时候其实台湾我们要找一个你真正的嘻哈制作人，或者做 loop 做编曲，你谁可以做？你知道，其实并不知道。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hip hop， 什么是饶舌，你根本都一无所知。只是听到这种音乐，觉得这种音乐好像就是我的菜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就觉得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对，那时候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，然后就是开始找啊，去挖掘啊，就开始再去掏耳。那时候你这么文艺的去掏耳，热狗潮你去，就看你 Donkey Style。对啊，然后迄个时阵就是资讯真正没有那么发达，做这一种就是真正是在那边挖宝的一种心态啦。啊，拄着同好你 A 出来时阵，你就讲哇，你看哇，这个对，然后人就羡慕也是哇，那我觉得对，诸如此类的底下炫耀。你就看到封面是黑人，然后用的那种好像在逞凶斗狠，这应该就是 hip hop 饶舌的专辑。对，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就反过头来就是听一些华语的。就发现没有什么人在做，对，那时候没有啊，就是你顶多就是猪头皮、罗百吉这些的。大2还是大3那个时候，暑假会回来嘛？那时候就 LA Boys 开始。所以我第一个知道的啊 ，LA Boys 之前是罗百吉。对，罗百吉应该是罗百吉 LA Boys 差不多时间。然后就觉得我靠，超屌的。真的时候不太知道那个是 hip hop， 对不对？没啥子，阿布哥的刚很帅啊，等下头转啊，系啊，等下跳在头上放在 punky， 剪刀手啊，敲出教学录影带那种诶。啊来抽词的讲，哇，我改一不可以，他想要做是 dancer， 不是一种饶舌歌手类高哇。概念呢？所以他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？就是流行文化的一个 style， 就是一个风格。那个风格有分2种，我觉得第一个是穿着打扮。那穿着打扮并不是服装师打造出来的打扮，是他们
本来在街头的装扮嘛，就 LA Boys 或者罗百吉，我相信他们那时候穿的东西绝对不是台湾买得到的衣服，都是他们本来在美国就是这样穿，所以当时 LA Boys 他们卷起在台湾卷起一阵旋风，包括影响后世无数的 B-boy 打扮，就跳舞这件事情嘛，然后打扮这些的，那当然还有就是开启很多人对嘻哈的兴趣，这样。Michael Jackson 有一首歌叫 Jam，J-A-M，对，然后里面有 Michael Jordan 那个，然后它里面有 Quick Cross， 因为我看那个电视上看到那个 MV 嘛，然后我就想说这两个好帅，然后就是雷鬼头嘛，就是辫子头这样，然后穿得很宽，然后衣服还反着穿，球衣反着穿，然后很帅，那时候就很吸引我，我就想，哇靠，我也想要这样，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最早开始其实一开始是说陶尔唱片吧 ，Tower，就在6号出口警察局旁边，以前就 Jordan 那一栋。然后以前是卖 CD， 然后他很酷，就是他 A 到 Z 的嘻哈全部帮你排好，一整天一整个下午我都在里面，把所有的就是能免费听的全部听完，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。对，那个时候要看影像的话，就要去，我们是去西门町嘛，什么超级厂房前面的玻璃橱窗会放一个那个算是展示的。电视吧 ，model 前面会有一个电视，那电视可能有时候放街舞，有时候放一些录影带。美国工厂、美国西岸，然后很多，还有一些卖比较贵的套装那种很帅的，因为一套人很7、8千那种。那有的其实现在看到有的也不是真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那时候不懂嘛，那时候可是哇，那个绒布的套装也太帅了吧，就很想要穿。有一天我去一间服饰店。服饰店嘛，台中的。有那群彰化的服饰店，彰化服饰店，然后就是它里面卖球衣、嘻哈，然后就看他放嘻哈的音乐很好听，可是那种 party 歌。上面挂了一阵五角吗？50 Cent 的时代还是内力的时代吗？内力，差不多啊。够较早。因为球衣我想应该 B2K 哦，就最近应该不知道 B2K 的像。B2K， 对 B2K 以那就那时候。他们也不算正老师，他们只是跳舞的，就是 R&B 的舞曲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我们都会四处去找一些嘻哈店，想要去玩弄，就是接触一下。也是国中的时候，因为以前就觉得哇，他们那个穿着都很帅。所以第一次听到中文老师应该是热狗找第一这些东西。没有，我觉得是类似周杰伦之类的。应该是周杰伦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可能国一的时候，刚好是会对流行音乐最向往的时候吧。那时候刚好就是周杰伦第4张。第4张，对，我记得那时候，果然年代是有差别啊。第4张，我记得那时候他跟马吉弟弟一起出，对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漫画店看漫画，我听到马吉弟弟的歌，下一首周杰伦歌，我还记得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小时候想变周杰伦。对啊，就是大家都因为就是觉得原来第一个就觉得说，原来国语音乐可以这样搞。我看到我眼睛直接被那个周杰伦 MV 吸住。我觉得就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嘻哈什么饶舌什么，但是我就觉得，就是这种诠释音乐的方式很酷。爱在西元前，即使神殿征战，弓箭是谁的从前？就这已经是那个社会老师上历史课的时候会拿出来讲的东西。被林宥嘉唱那个《超级星光大道》冠军赛的时候，唱 Radiohead 影响。你们这个赛是透过周杰伦了解嘻哈，透过林宥嘉了解音摇这样子。对啊。对，所以看这些大众偶像其实身负重任呢，真的有。觉得台湾其实就是有个这个嘻哈圈，那这个嘻哈圈就是有很多人，那我们从10几20年前一起认识，然后一开始可能互相看彼此不一定很顺眼，到后来中间慢慢觉得，其实我们是孤独的，这样就是一般外面的人是没有在理我们在干嘛，但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相信说 hip hop 有哪一天真的能够在台湾可以成功，所以包括我们自己也开了蛮大的演唱会，然后热狗上小巨蛋，顽童现在这么红或什么的，这些事情对我们以前来讲，我们都觉得是一个梦想，像个理想，但是就今天真的实现了这样。我却夹在中间左右来回向着反跑，偏执背对了现实，我也快被难倒。争执为了所谓真实，过了多久还吵？我还在等你亲自把皇冠放在我头上，最后要是带不走名利，那至少留样，就这样记录着你那让人嫉妒的屁眼，让你庇护的意，你才是什么模样？在我们那时候哪有那么多人投入饶舌这个职业这样？
到现在进入尾声了，这段过程里面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路历程吧，就是这本身也是一个做这件事情本身，我也了解了很多事情，从我本来想象的嘻哈世界扩及各个层面，然后也被骂，也被笑，也有人很鼓励我，鼓励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就跟这件事情，蛮好玩的啦，就是最后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都相约10年后再来拍一次。好，好，就是他那个这10年的变化应该会怎么样？会很大，我们就是会被说是中老年人的哦。那时候再回来看，我觉得就是又过了，好，我们相约10年之后再拍一次，好好好。